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怎么卡会被冻结？李夫人，您是不是拿错卡了？是，我可能是拿错卡了。行了，别翻了，你就算是把你那包翻烂，你也拿不出来300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们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她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所谓的什么富太太，而是……闭嘴！怎么，你怕了？怕我把真相说出来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是我这包里呢是没有其他的卡，但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各位，我所有的银行卡是都放在他身上的，因此呢，我每次出去消费都是由他来付钱的。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？之前不管做什么，好像都是他付的钱哦。我说嘛，李夫人怎么可能付不起这300万呢？搞了半天卡都在她身上了。齐秀兰，我要你立刻马上就把钱给我付了，否则别怪我心狠。齐秀兰，我不知道你在发什么疯。我告诉你，这3位太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巴结上的，你要是让我在他们面前难堪，回去以后我让你永无宁日。齐秀兰呐，齐秀兰，你等着这件事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让你的儿子好好找你的麻烦。死到临头还在威胁我，李春梅，我真后悔之前收容你们一家人。回想之前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冤种，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一步步陷入绝望。你愣着干什么啊？没听见李夫人跟你讲话吗？也不知道李夫人是怎么着的这个下人。赶紧付款呀！我再说最后一句，自己买的东西自己付钱。你大言不惭！这李夫人呀，只是让你把卡拿出来。就是说的好像李夫人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一样。没错，还真被你给说对了，她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钱。齐秀兰，齐秀兰脑子进水啊，先稳住他，让他把账给付了，到时候再好好收拾他。是，秦夫人，我不知道您到底是怎么了。即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我也是为了天成好啊。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也要看在天产的面子上。你就帮我把钱付了吧。啊，李春梅啊，李春梅，前世的你就是用这番说辞哄骗我，给你当牛做马，让别人真的以为我是你的佣人。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你就是靠这3人的帮助谋取我的家产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再次上当？哎呀，感觉这个李夫人还挺怕那个佣人的啊。什么求不求的，所谓家丑不可外扬。李夫人这么尊贵的身份，怎么能当着我们的面去骂下人呢？那会有损她的形象哦。对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啊，我肯定也是先隐忍，回去啊再好好收拾那个下人。秦夫人，大局为重啊！你就高抬贵手啊，再僵持下去，今天都不好收场了。不好收场，那就别收场了。齐秀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李春梅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？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花我的，到头来还在这些外人面前说我是你的佣人，你真当是我脑子有病吗？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们这种人浪费时间，就不多奉陪了。对了，妹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玉石店的规矩是只要东西出柜就不能退，对吗？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你可一定要把这钱收回来，要不然就凭你那点工资，打一辈子工也赔不起这块玉。齐秀兰，哎呦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哦？难道这个李夫人真的是冒牌夫人？那如果真的是冒牌的话，那我们就丢人丢三分了呀！老公，可怎么办呢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你买那么贵的玉石干嘛呢？谁知道那齐秀兰发什么疯啊？要搁在以前，她早就乖乖付款了呀。你还不是贪便宜啊？这人家不买单了，怎么办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快帮我想办法。这办法，让他们仨替你掂一下。求他们，那我不是更丢人？买不了单，不更丢人啊？行吧，我试试。王太太、徐太太、张太太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看笑话了，居然让一个下人
骑到了我头上。没事没事，这种小人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呀，像他那种人呀，根本就不用理他的，回去开除就行。我回去啊，一定好好的整顿一下他们。这个该死的下人把我的卡拿走了。要不3位帮我个忙，先借我点钱。哎，你们放心啊，我马上让人把钱打到你们的账上，绝不拖延。哎呦，李夫人，这300万对我来讲，那确实不算什么钱。但是我今天忘带卡了，爱莫能助了。李夫人，我老公跟我说了，今年呀不能借1分钱出去，借了就会破财，影响我老公的公司。没问题，是我的钱吧，都在我老公身上。我老公呢，最近又在国外，要不然这样，等他回来了，我再借给你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平时小费都是我买单，现在出了点事儿，一个都不愿意帮忙，什么狗屁阔太，看似大，实际上一个比一个抠门儿。你要不赶紧把钱付了吧，我老板催得紧。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的下人呢把我的卡拿走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把东西拿回去，等我明天把钱付了，你再把东西给我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李夫人，换做别的买卖，你这么做是可以的，但是玉石太过贵重了，出了店就不能拿回来了。没钱，你买什么东西啊？你一个服务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心我找你们老板投诉你！我跟你们老板可是熟得很。你跟我老板熟不熟是你和我老板的事儿，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拿不回这个钱，我就要出事儿，所以今天你这个钱不给我，你绝对不能走。你这个势利眼儿，不就是一下子没拿出钱吗？吵什么吵？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总之我拿不到这个钱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好了，我一会儿拿给你就是了。你哪来的钱呢？我哪有钱？我给女儿打个电话，她不是龙腾集团的财务总监吗？她一开口，取300万，算个什么呀？工号301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等一会儿钱到了，你这立马下岗。只要是你能付得起这个钱，别说是让我下岗了，就是说让我下跪，我都愿意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黄太太、张太太、许太太，3位要是不忙的话，就坐下来再等一会儿。你们不是质疑我的身份吗？我马上就要龙腾集团的人把钱转过来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管他什么情况，我们就一步登天万动。如果龙腾集团给他打钱了呢，我们就服个软；如果没打呢，我们扭头就走。张太太说的对，就这么办。李夫人，哎呀，不是我们不帮是漂亮话呢，就不用多说了。来，咱们坐下来一起等吧。前世的我过早把公司交给儿子管，导致公司被陈倩倩一家人夺走。好在老天爷没有让我重生太晚，算下来目前只是刚刚把管理权交给儿子，股份还没有转。要是股份转，即便重生也是法力和天物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怎么能擅闯我们龙腾集团？你好，我是……别你是的，我知道你是来龙腾集团洽谈业务的，对吧？既然是来我们龙腾集团洽谈业务的，那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规矩吧？规矩？什么规矩？怎么，你们老板没有告诉你来我们龙腾集团洽谈业务，我得准备点儿……什么？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知道啊？我说怎么天成刚接管公司没多久，公司营业额就下降那么多？之前还以为是天成不懂业务。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到底准备了没有？准备了就拿出来，没准备就赶紧滚！放肆！龙腾集团自从成立到现在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规矩。龙腾集团什么时候入场要交入场费了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无知。龙腾集团以前是没有，但我来了之后，这规矩就有了。你识相点，乖乖的拿出来。如果不拿的话，嘿嘿，我保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我们龙腾集团合作。你这样做就不怕让龙腾集团损失优质客户吗？损失？集团损失跟我有屁关系啊！我只在乎我有没有收到钱，到底给不给？不给赶紧滚，别耽误老子在这赚钱。真是好极了！我给，这张卡里有20万，您收好。20万？对。挺懂规矩啊！哪个公司的？我是联云公司的，总部的生意。行，上去吧。
谈业务的时候记得啊，提我的名字，懂吗？啊，懂，我明白，你放心。联云集团，我想起来了，用次品木材合作，害得公司被罚过亿，原来就是这么进来的。天辰啊天辰，这一事别怪妈心狠。给我站住！我不是让你滚了吗？老娘们儿，你别逼老子收拾你啊！我不知道 HR 是怎么把你招进公司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底气，立马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还有你，立刻从龙腾集团给我滚出去，不然的话，我要让你联云集团在江城永无立足之地。让我滚蛋！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啊？臭娘们儿，你也挺狂妄啊！你骂我2句也就算了，还敢让李队长滚蛋？你知不知道李队长的姐姐是谁？李春梅，那是龙腾集团的老夫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怪不得这么有底气，原来又是李春梅。她一个农村来的乡下妇女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龙腾集团的老太太，还真是可笑。老娘们儿，你敢骂我姐，你信不信我抽你？李队长，别生气，对付这种老娘们了，你安排手下人赶走就行了。只可惜这是在龙腾集团，要是在我公司，我不介意把她拉上楼乐呵乐呵。这老娘们还是有点姿色的。还别说，这娘们儿是有几分姿色。嘿嘿嘿，来人，把她给我拖到地下车库去。放肆！我可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看谁敢！你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地下室，待会儿把我服侍的舒舒服服的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喂，是周秘书吧？董事长，是我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有人不让我上楼，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下来！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？董事长，那您注意安全，我马上下来。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得罪董事长？喂，许队长，现在立刻调动所有公司的安保力量，给我下楼保护董事长的安全。如果董事长有一点闪失，你我都不用在龙腾待了。请周总放心，我立刻去办。周秘书，李队长，难不成他是在给周云打电话？那可是龙腾集团的顶级高层啊！不可能，就算是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姐可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。这倒也是，我让你们把他拖到地下室去，你们不想在这干了是吧？都给我住手！